欢迎收听华瑞投经观点。地缘政治全面失控，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投资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2026年初，通膨反扑的阴影挥之不去，全球货币政策的走向更显得扑朔迷离，这让许多传统的投资组合在震荡中面临严重的资产缩水考验。然而，就在多数人感到焦虑甚至无所适从的时候，华尔街的顶尖机构却早已运用最前沿的量化模型，在暗中悄悄赚取了惊人的超额报酬。这个由摩根大通研发的最新量化交易模型，在面临极端的市场压力下，于第一季竟然逆势狂飙，最终交出了高达 2.45 的夏普值成绩单。这绝对不是凭空捏造的宣传口号，而是来自于真实严谨的量化数据与学术研究。这份令人瞩目的研究来自于摩根大通量化研究团队发布的跨资产风险溢价最新研究报告。在2026年第一季，尤其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达到最高点的3月份，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极为显著的压力与波动，避险情绪一度拉满。然而，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他们基于深厚学术研究所开发的新型跨资产风险溢价策略，也就是简称为 XRP 的研究型策略，最终在第一季结尾成功顶住了市场压力，录得非常优异的正数投资表现。其最终的策略夏普值达到了惊人的 2.45。相较之下，摩根大通报告显示，传统标准型的跨资产风险溢价策略在同期的夏普值仅只有 0.3， 两者相差了将近8倍之多。我们知道，夏普值是衡量投资组合每承受一单位风险所能获得的超额回报。这项数据的巨大落差意味着摩根大通的新型优化模型在同等的风险报险下，帮投资人赚取了远远超越传统策略的收益。这项鲜明的对比也充分证明，透过精密且动态的量化模型优化，确实能够在极端动荡的市场环境中发挥出无与伦比的避险与超额收益创造能力。那么，这套被称为 XRP 的新型策略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量化黑科技？摩根大通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两大跨世代量化模型的革命性优化。第一项核心改良是针对传统价值风格因子进行了动态趋势优化。摩根大通分析认为，传统的价值投资风格因为长期采用静态权重配置，在近年来快速变化的市场结构中表现往往不够稳定，甚至经常在市场风格切换时大幅回撤。在许多时候，便宜的资产可能会持续便宜，甚至让投资人不幸陷入价值陷阱中，导致资产长期无法翻身。为了彻底解决这个痛点，并为价值风格寻找一个更具活力、能自我调节的风险分配机制，摩根大通量化研究团队深入重新检视了价值风格旗下的3个核心子因子。这3个核心子因子在过去传统的模型中，往往是被平权或者以固定比例进行竞赛配置的。但摩根大通的最新报告提到，他们在这次的模型升级中，彻底摒弃了这种僵化的传统做法。他们不再使用传统的静态权重，而是大胆引入了全新的趋势信号，来动态且实时的决定这3个子因子之间的资金分配比例。更重要的是，摩根大通并非只做理论上的回溯测试，他们还在实际的交易环境中测试了这套完全可以被系统化执行的投资方法。这项动态风险调整技术为传统价值风格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摩根大通的研究数据显示，透过趋势信号进行动态风险调整后，价值风格策略在波动市场中的表现一致性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大幅降低了传统价值投资的波动痛点。最令人惊艳的成果是，该策略的夏普值从原本采用静态配置时的极低点 0.1， 在经过动态趋势优化后，大幅度飙升到了大约 0.5 的水平。虽然 0.5 在单一资产中看似温和，但对于长期沉寂、容易受市场风格切换打压的价值因子来说，这无异于一次重大的生命力重塑。这项量化实证充分说明，即使是再传统、再老旧的因子，只要能够搭配灵活的动态趋势滤网，也能在2026年的动荡环境中重新焕发生机。除了对价值因子进行内部重构，摩根大通的第2项重大优化，则是针对风险溢价策略进行了更为精准的时机选择，也就是风格与资产的时机选择策略。在量化投资中，何时进场、何时出场、何时调整权重，往往决定了最终的成败。
摩根大通量化研究团队为此评估了2种具有高度互补特性的时间序列信号，分别是趋势信号以及偏度信号。在评估趋势信号时，摩根大通还特别将其与传统的动量溢出效应进行了极为深度的理论与实证对比，以确保信号的纯净度与有效性，避免杂讯干扰。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到摩根大通在模型设计上的一个严谨细节。摩根大通指出，在构建这套时机选择模型时，他们特别在算法中嵌入了交易成本惩罚机制。在量化交易的实际操作中，频繁的调仓虽然能让模型在理论回测中看起来完美无瑕，但在现实世界里，高昂的交易手续费和滑点成本往往会迅速蚕食掉所有的利润。摩根大通通过加入这项成本惩罚，极大程度地确保了回测数据的真实性与可执行性。在扣除这些摩擦成本后，摩根大通单独构建的优化趋势信号组合依然实现了高达 1.58 的优异夏普值，而单独构建的优化偏度信号组合也实现了 1.37 的强劲夏普值。更具启发性的是，摩根大通定位止步于单一信号的应用，他们将这2种互补的信号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正式推出了趋势与偏度双信号优化投资组合。这个结合后的全新组合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抗震能力。在面对第一季各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冲击时，该双信号组合最终录得了 1.66 的夏普值。摩根大通在报告中强调，这 1.66 的夏普值表现显著超越了作为全球机构投资基准的风险评价投资组合。因为在同等波动环境下，传统的风险评价基准组合其夏普值仅只有 1.23， 这再次用数据证明了主活动态调控相较于被动风险配置的巨大优势。基于这套经过实战检验的优化量化模型，摩根大通量化研究团队在报告中为全球机构投资人给出了2026年中期最新的风格与资产配置时机选择策略。根据摩根大通最新风格时机模型的实时运算结果，目前量化资金配置比例最高且进行超额加码的资产主要集中在3个核心领域。第一个是权益市场中的质量与价值风格因子，第二个是信用市场中的利差交易，第三个则是外汇市场。华瑞认为，这份由摩根大通发布的最新量化研究成果不仅仅是投资人的学术象牙塔，更为2026年的全球资产配置指明了极其清晰的方向。在当前通膨顽强反扑，全球主要央行利率走向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宏观大背景下，过去被无数人奉为圭臬的传统股债平衡策略，或者是单纯的被动风险评价策略，其防御效果正在面临实质性的弱化。摩根大通之所以能够将研究型 XRP 策略的第一季夏普值逆势提升至 2.45，最本质的核心逻辑就在于，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历史均值回归的盲目迷信，转而采用了极具环境适应力的趋势与偏度双信号。这种动态的时机选择机制能够让资金在市场整体波动率放大时，主动且迅速地避开下行风险，并动态地向具有高防御属性且具备估值保护的质量与价值风格因子靠拢。华瑞认为，摩根大通对于信用利差交易与外汇市场的超额加码策略，深刻反映出当前聪明资金对于高流动性与高确定性收益的强烈渴望。在信用债券市场中，透过精准的量化筛选获取稳定的利差收益，同时在外汇市场利用各国货币政策分化所带来的波动率进行跨国别的套利，是当前在极端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最行之有效的避险与增值路径。这种跨资产的动态套利思维，正是传统只盯着单一股票或债券的普通投资人最欠缺的宏观视角。然而，我们在借鉴这套先进模型的同时，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到量化模型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摩根大通在报告中同样向投资人揭示了潜在的风险因素。尽管该模型在2026年第一季，特别是3月份市场剧烈动荡期间表现极为优异，但所有的量化策略在本质上依然高度依赖历史数据的统计相关性。如果未来地缘政治局势出现前所未有的、完全超出历史样本范围的极端黑天鹅事件，或者全球货币政策出现彻底颠覆市场共识的结构性逆转，那么模型所依赖的趋势与偏度信号很可能会在短期内面临信号滞后，
失效或频繁调仓带来的交易损耗。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投资人依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盲目迷信任何单一的模型回测。华瑞认为，面对2026年下半年极其复杂且多变的宏观金融大局，虽然我们普通个人投资人很难像跨国大型投行那样拥有强大的算力、专业的量化研究团队以及在后台运行如此庞大且精密的跨资产风险溢价模型，但是摩根大通这套模型底层的投资逻辑与哲学却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度学习与借鉴。在狂热的多头市场中，我们或许可以顺应趋势去追求高成长的科技股或投机性资产，但在当前这种充满不确定性、通膨阴霾笼罩且地缘政治风险不时爆发的震荡市场中，投资的首要任务应该从追求暴利转变为追求高防御性与资产安全。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适度调高投资组合中具有强大护城河、稳定现金流且估值合理的高质量低估值股票，也就是 quality 与 value 风格因子的配置比重，并坚决避开任何单一资产的过度暴险与高杠杆操作，将是我们在2026年中期保护个人财富，并在波动中稳定获取超额收益的最关键窍匙。在充满迷雾的市场中，学会像顶尖投行一样用理性的数据与动态调整的思维来管理风险，才能让我们在风暴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